各位朋友，晚上好。今夜，让我们把镜头从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移开去，看看一个孩子，一个出生在仇敌刀尖下的孩子。时至今日，我们在互联网上谈论他时，总用仰望神明的语调，千古一帝，祖龙始皇帝。他似乎生来就是统治者，生来就该把六国踩在脚下。但如果我们扒开那些厚重的史书，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那里没有神，只有一个在邯郸街头被别的孩子吐口水、扔石头，随时准备被杀头的私生子。他不是神，他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200年前的那个寒冬。公元前259年正月，赵国邯郸这座城市刚死过人，死了40万人。如果你走在大街上，听到最多的不是叫卖声，而是此起彼伏的哭丧。白起在长平挖的那个坑太大，大到把邯郸城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丁都埋了进去。大街小巷飘着烧纸钱的黑灰，每一个赵国人的眼睛里都爬满了血丝。他们恨秦国人，那种恨是生干其肉、可饮其血的恨。就在这样一个恨不得把所有秦国人千刀万剐的死城里，在一座略显破败的宅院中，一个流淌着秦王室血脉的男婴发出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因为生在正月，也因为生在赵国，大人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赵正，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各位朋友，咱们现在玩游戏都喜欢选个爽文开局，但嬴政拿到的这个剧本不仅不是爽文，简直是个地狱难度的求生游戏。如果你是一只羊，却偏偏降生在一个刚被你爹咬死了狼崽子的狼窝里，你觉得你还能活到天亮吗？在讲嬴政怎么活下来之前，咱们得先看看他那个坑儿子的亲爹。他爹名叫异人，这哥们的身份说起来挺吓人，秦国太子的儿子。但问题是，他爷爷秦昭襄王特别能活，活了70多岁。他爹当了40多年太子，生了20多个儿子。异人就是这20多个儿子里最不起眼、最不受宠的一个。他的母亲不受宠，他自己也没啥本事。在那个年代，像这种多余的儿子只有一个用途，当质子。秦国和赵国经常打仗，打完为了表示和平就要互换人质，打完就完。异人打包送到了赵国，秦国根本没把异人当回事儿。秦军该打赵国还是打赵国，丝毫不会因为异人在人家手里就手软。赵国人一看，你这质子也就是个消耗品啊，所以异人在邯郸的日子过得非常惨。史书上说他车乘尽用不着，居处困，不得意。说白了，出门连辆好车都没有，零花钱也没有，像个乞丐一样被圈养在馆驿里，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哪天秦军打赢了，赵王一发脾气就把他给剁了。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人在邯郸的街头看到了这个落魄的公子哥。吕不韦眼睛一亮，说出了一句名言：此其货可居也。吕不韦开始在异人身上疯狂砸钱，还把自己的爱妾赵姬送给了异人。没过多久，赵姬就生下了咱们的男主角嬴政。但是这看似温馨的一家3口的剧本，很快就被秦国的战车碾得粉碎。嬴政长到3岁那年，他爷爷秦昭襄王干了一件差点要了他小命的事儿。秦军在坑杀了40万赵军之后，再次发兵，直接把邯郸城给包围了。这叫邯郸之战。秦军在城外攻城，赵王在城里急红了眼。秦国欺人太甚，把那个秦国质子异人给我拉出来，砍了祭旗。赵国的士兵拿着刀冲向了异人的住所。听到风声的异人吓得魂飞魄散，他找到了吕不韦。吕老板，救命啊！吕不韦不愧是大商人，关键时刻出手极其阔绰。他拿出600斤黄金，
直接买通了守城门的赵国军官。那天半夜，月黑风高，一人和吕不韦悄悄溜出城门，逃到了城外的秦军大营里，然后马不停蹄地跑回了秦国。他活下来了，但他跑的时候没有带赵姬，也没有带3岁的嬴政，这是何等的冰冷和自私！一个男人为了自己活命，把老婆和3岁的儿子直接扔在一座恨他们入骨，随时会把他们撕成碎片的孤城里。第二天早上，当赵国的士兵冲进院子发现一人跑了的时候，那股子无处发泄的怒火全部对准了还在屋里瑟瑟发抖的赵姬和嬴政，把他儿子抓出来，剁成肉泥。赵国的刀已经架在了3岁嬴政的脖子上。关键时刻，赵姬显现出了一个母亲的强悍，她不是普通的舞女，她家里是赵国邯郸的豪家。赵姬带着儿子拼死逃出了馆驿，像老鼠一样躲进了娘家的地窖或密室里。赵国人搜了很久没搜到，加上前方战事吃紧，这才暂时作罢。但从此，这对母子在邯郸城里成了一对见不得光的通缉犯。从3岁到9岁，整整6年。嬴政的童年没有锦衣玉食，没有众星捧月，也没有名师教导，他有的只有无尽的黑暗、躲藏和恐惧。赵姬娘家虽然有钱，但在那个军国主义的时代，有钱也买不来绝对的安全。秦军在城外打了好几年，后来虽然退了，但秦赵两国的血海深仇已经结成了死疙瘩。嬴政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街上玩，因为他只要一出门，一旦被人认出他那张带着秦国人特征的脸，或者被人知道他是那个逃跑质子的儿子，等待他的就是一场单方面的私刑。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邯郸的土路上，一个小男孩穿着不合身的脏兮兮的衣服，低着头贴着墙根走，他想去买个烧饼，或者只是想出来透口气。突然，一群头上戴着白布、家里死过人的赵国小孩围了上来。看看，是那个秦狗，他爹跑了，他爷爷杀了我们40万人，打死他，打死这个秦狗。一块石头飞过来，砸在了嬴政的额头上，鲜血顺着眉毛流进了眼睛里。紧接着是一团烂泥、一口唾沫和无数拳脚。嬴政被打倒在泥水里，他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因为他知道求饶只会换来更恶毒的嘲笑。他只是死死地抱着头，蜷缩着身体，像一只被丢弃在街头的野狗，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透过手指的缝隙，他看着那些赵国小孩因为仇恨而扭曲的脸，他听着周围大人们路过时发出的冷漠甚至快意的笑声。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会保护他，他的外公不敢，他的母亲护不住。他甚至知道，那个远在咸阳，据说快要当上秦王的亲爹，可能早就把他忘了，又娶了新老婆，生了新儿子。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有他自己。这种长期的、随时可能丧命的恐惧感，像一把锋利的刻刀，在嬴政那颗本该天真烂漫的心上一刀一刀地雕刻着。他把原本属于童年的柔软、信任和同情全部剔除了，留下的是一层厚厚的、如同生铁一般的坚硬铠甲。不相信任何人，不依靠任何人。如果你们想杀我，那我就必须比你们更狠。如果这个世界要踩碎我，那我就要把这个世界全部踩在脚下。泥水里，嬴政慢慢地爬了起来，他没有拍打身上的泥土，只是用袖子狠狠地擦去了遮挡住视线的鲜血。他抬起头，那双原本属于孩子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委屈和眼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冷和暴力的凶光，那是属于猛兽的眼神。如果你以为嬴政在邯郸的这6年里，每天除了挨揍就是躲在床底下发抖，那你就太小看这头幼狮了。在黑暗的地窖里待久了，哪怕是一丝从门缝里漏进来的光都会被无限放大。
对于嬴政来说，这6年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丝光，虽然微弱，虽然最后变成了致命的毒药，但在当时，那确确实实是他灰暗童年里唯一的一抹亮色。这抹光来自另一个和他一样被命运扔进了同一个垃圾桶里的倒霉蛋，他叫姬丹，是燕国的太子。在战国时期，各国的公子太子去别国当质子是常规操作，就像咱们现在的大公司互派观察员一样。但质子和质子之间也是有鄙视链的。如果你背后的国家很强，或者你老爹很在乎你，那你在敌国就是 VIP 待遇，不仅住别墅，甚至还能参与当地的政治。但如果你背后的国家很弱，或者你老爹根本不管你死活，那你就是鄙视链的最底端，你不是人质，你是案板上的肉，是用来泄愤的沙袋。姬丹就是这么一个悲催的角色。燕国在北方一直是个存在感不强，经常被齐国和赵国按在地上摩擦的弱国。姬丹作为太子被送到邯郸当人质，日子过得相当凄苦。有一天，邯郸下着大雪，姬丹裹着一件破旧的狐裘走在邯郸的街头，他刚被几个赵国的贵族子弟嘲笑了一番，那些人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燕国的土狗，还往他身上扔雪球。姬丹虽然是太子，但在别人的地盘上只能忍气吞声。他低着头转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在巷子的深处，他看到一个年纪比他小几岁，穿着粗布麻衣的男孩。那个男孩正被3个稍微大一点的赵国小孩围着打，那几个赵国小孩一边踢一边骂着秦狗。那个男孩没有哭，他死死地护住头，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像狼崽子一样猛地窜起来，狠狠地咬住其中一个人的胳膊，哪怕被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松口。那种眼神凶狠决绝，带着一种不属于那个年纪的暴力。姬丹愣住了，在那一刻，他在这个被打的男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是被国家抛弃的棋子，都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任人践踏的蝼蚁。一股同病相怜的酸楚涌上了姬丹的心头，他大喝一声冲了上去，帮着那个男孩赶跑了赵国的小孩。那个男孩从雪地里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警惕地看着姬丹。我叫姬丹，是燕国人。姬丹伸出手，露出了一个友善的微笑。你叫什么？那个男孩盯着那只手犹豫了很久，才缓缓地说：赵正。从那以后，这2个身份特殊，命运却同样悲惨的男孩成了朋友。这种友谊不是建立在什么琴棋书画、高谈阔论上的，它是建立在极其残酷的生存法则之上的，是建立在你帮我挡一拳，我分你半个窝头的基础上的。在那个风声鹤唳的邯郸城里，他们成了彼此唯一的倾诉对象。姬丹经常带着嬴政去邯郸城外的荒山里，2人坐在土堆上看着远处的炊烟。姬丹毕竟年纪大一些，而且是正牌的燕国太子，他在嬴政面前不自觉带着一种老大哥的姿态。赵老弟，你别怕，这帮赵国人现在猖狂，早晚有他们哭的时候。姬丹拍着胸脯说，等我以后回了燕国当了燕王，我一定派大军来接你，到时候我封你当大将军，咱们一起把赵国给灭了。嬴政静静地听着，眼神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他没有反驳，也没有感激涕零，那是2个被抛弃的少年在绝望中为自己编织的一场最美丽的幻觉。他们以为只要大家都很惨，只要有共同的敌人，这种友谊就能天长地久。但他们根本不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经不起地位反转的考验的。一旦有一天，那个原本被你同情、需要你保护的弱者突然变成了一头可以轻易碾碎你的史前巨兽，一旦那种建立在共患难基础上的平衡被打破，曾经的友谊就会瞬间发酵成最致命的毒药。姬丹更不知道，他身边坐着的这个看起来可怜巴巴的秦狗，
身体里流淌着的是一股足以吞噬天下的毁灭性力量。他当年分给嬴政的那个窝头，在几十年后换来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一把刺向大秦帝国的毒匕首和燕国被彻底灭亡的悲惨结局。不过那都是后话了。至少在那个飘雪的冬天，在邯郸的那个破巷子里，嬴政和姬丹还是最好的朋友。时间在躲藏和挨揍中缓慢地流逝。公元前251年，嬴政9岁。这一年，远在西边的大秦帝国发生了一场权力的大地震。那个超长待机活了70多岁，坑了无数赵国人的秦昭襄王终于死了。秦昭襄王一死，太子安国君继位，但这个秦孝文王大概是当太子当得太久，压抑得太狠了。刚当了3天正式的秦王就一命呜呼了。这一下，皇位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落到了谁的头上？落到了当年那个连夜逃跑的质子一人的头上。在吕不韦的疯狂操作和金钱开导下，一人不仅成功认了受宠的华阳夫人当干妈，还顺利当上了秦国的太子，现在更是直接坐上了秦王的宝座。那个抛妻弃子的渣男变成了全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消息传到邯郸，赵国的高层傻眼了。当年那个被咱们踩在脚底下，连个车都没有的秦国质子，竟然当了秦王。赵国人这才猛然想起，在邯郸的某个阴暗角落里，还藏着那位新任秦王的老婆和亲生儿子。这哪是仇人啊，这简直就是外交筹码。现在如果杀了他们，秦国发疯打过来怎么办？不如顺水推舟把他们送回去，结个人情。于是赵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赵王立刻派人全城搜寻赵姬和嬴政，不找不要紧，一找吓一跳，这娘俩竟然在邯郸躲了整整6年。有一天，嬴政正躲在外公家的地窖里，突然上面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官兵的呼喝声。赵姬紧紧地把9岁的嬴政搂在怀里，浑身发抖。他以为赵国人终于要来斩草除根了。嬴政没有发抖，他悄悄地摸到藏在地窖角落里的一把生锈的匕首，死死地握在手里。门被一脚踹开，刺眼的阳光射了进来，刺得嬴政睁不开眼。但是冲进来的赵国军官并没有拔出刀，他们看着衣衫褴褛的母子俩，突然齐刷刷地单膝跪地，大声说道：“奉赵王之命，恭送秦国公子正及夫人返回咸阳。”嬴政愣住了，他手里的匕首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他看着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甚至纵容别人殴打他的赵国军官，此刻恭敬地跪在自己面前。在那一瞬间，这个9岁的孩子突然明白了一个他在泥水里滚了6年都没想明白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道义，也没有什么友谊，只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那就是权力。只要你有了权力，哪怕你是个私生子，哪怕你是条野狗，那些曾经踩过你的人也会立刻跪下来舔你的鞋底。9岁的嬴政牵着母亲的手，走出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地窖。他没有回头看一眼邯郸城，也没有去向他的那个朋友姬丹道别。他坐上了赵国为他准备的豪华马车，在全副武装的骑兵护送下，向着西边那个他从未去过，却命中注定属于他的国家疾驰而去。这事儿看起来像是命运的垂青，但你要是把时间往回倒几年，把镜头对准那个叫吕不韦的男人，你就会发现命运不是靠等的，是靠用钱砸出来的。嬴政能活下来，能回家，能坐上那个王座，背后站着一个把国家兴亡当成一笔生意的顶级风险投资人。咱们得重新认识一下吕不韦。这哥们儿是魏国人，在邯郸城做买卖。在那个士农工商的年代，商人地位极低，但吕不韦不是一般的商人，他不是做零售的，他做的是跨国期货，低买高卖，信息差套利，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了那个穷困潦倒的秦国质子异人。那一瞬间，在吕不韦的眼里，异人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金融产品，是一个波动极大但一旦压中就能翻几万倍的垃圾股。吕不韦回家问他爹，如果我种地，一年能赚几倍？他爹说，10倍吧。如果我贩卖珠宝，能赚几倍？100倍吧。吕不韦指着外面说，如果我投资一个国家的国君，能赚几倍？他爹愣住了，那是无数倍。吕不韦笑了，那就对了，咱们辛苦种地赚那点辛苦钱有什么意思？我要做一笔最大的买卖投资，一个国王。这就是奇货可居的故事。吕不韦的第一步不是把钱给异人，而是带着1半的家产500斤，亲自跑了一趟咸阳。他要做的是搞定异人的后院。当时秦国太子安国君最宠爱的正妻叫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有2个特点：第一，她是楚国人，是楚国公主；第二，她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意味着安国君将来继位，她这个正宫皇后的地位就不稳固，随时可能被其他有儿子的妃子取代。这是华阳夫人最大的痛点。吕不韦像一个最顶级的销售，精准地抓住了这个痛点。他买通了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姐姐给华阳夫人送去了大量的珠宝和奇珍异宝，然后让姐姐在华阳夫人耳边吹风：姐姐啊，你现在年轻貌美，大王宠爱你，可人哪有不老的？等你老了，色衰爱弛，你又没有儿子，到时候怎么办啊？华阳夫人听得心惊肉跳。姐姐接着说，现在大王有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异人的，在赵国当人质。这孩子特别贤明，特别孝顺，而且听说他对姐姐你仰慕已久。您现在把他认作干儿子，将来大王继位，他就是太子，您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后，这叫立子以长，是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啊。华阳夫人心动了，吕不韦立刻安排了第2步，他让逃回秦国的异人去见华阳夫人，但这次见面有讲究。吕不韦让异人穿上了楚国的衣服。当华阳夫人看到一个穿着家乡服饰、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跪在自己面前，哭着说儿臣一人身见母亲的时候，他那颗孤单寂寞的心瞬间就被融化了。好孩子，快起来！华阳夫人当场认下了这个干儿子，并且在安国君面前吹枕头风，把异人正式立为嫡子。为了让异人更像自己的儿子，华阳夫人还给他改了个名字。因为他是楚国人，所以给异人改名叫子楚。这笔天使轮投资，吕不韦干得太漂亮了。投资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市场变化。这一等就是好几年，直到公元前251年，那个超长待机的秦昭襄王终于死了。紧接着安国君当了3天秦王，也跟着死了。轮到子楚继位，这就是秦庄襄王。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兑现承诺，吕不韦被封为丞相，权倾朝野。这时候秦国和赵国的关系也缓和了，赵国人这才想起来，赶紧把那对被遗忘了6年的母子赵姬和嬴政从邯郸的角落里挖了出来。赵国人这次那是真下本钱，他们给9岁嬴政换上了华丽的秦国公子服饰，给赵姬配上了最奢华的车队，还派了重兵护送。嬴政坐在那辆从未坐过的铺着柔软毛皮的马车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熟悉的邯郸城墙，心里没有一丝留恋。他对这座城市只有恨。当车队穿过韩国5关，进入关中平原，最后停在那座巨大的像怪兽一样的咸阳宫门前时，嬴政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权力。他被太监宫女簇拥着，走进了那座金碧辉煌却又阴冷的像冰窖的宫殿。他见到了那个分别了6年的父亲秦庄襄王。父亲看着这个从赵国回来的儿子，眼神里有愧疚，
但更多的是陌生。这6年，他在咸阳早已经有了新的宠妃，有了新的生活。对于这个在苦难中长大的儿子，他除了象征性的安抚几句，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父爱。嬴政虽然回了家，但他发现这里比邯郸更危险。嬴政成了公子正，但这个公子的头衔并没能给他带来多少尊重。在咸阳宫这个巨大的名利场里，他依然是个异类，是个外来户。第一重歧视来自口音。嬴政在邯郸生活了9年，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赵国普通话，而秦国人说的是带着浓重关陇口音的秦腔，这在当时是区分自己人和外人最直接的标志。当嬴政开口说话，那带着赵国腔调的童音在那些秦国本土贵族的耳朵里显得那么刺耳，那么格格不入。听听这小子说话，跟赵国人一样，一股子酸味儿。哼，在赵国待了这么多年，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王孙？第二重歧视来自血统。嬴政的母亲赵姬是赵国人，而且出身还是商人家庭。在极其看重血统纯正性的秦国宗室眼里，嬴政的血脉是不干净的。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嬴姓后代，他是一个混血儿。第三重歧视来自他那个不堪的人质出身。对于尚武好斗，把军功看得比天还大的秦国人来说，人质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屈辱和懦弱的意味。而嬴政的父亲子楚当年还是从邯郸城里抛妻弃子，狼狈逃回来的，这在秦国宗室看来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当嬴政顶着大王子的头衔出现在咸阳宫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拥抱，而是无数双审视的、怀疑的，甚至鄙夷的眼睛。宫里的那些宦官、宫女私下里都叫他赵人子，那些宗室的公子们更是把他当成了排挤和欺负的对象。尤其是他的一个异母弟弟成妃，成妃是秦庄襄王在咸阳生的儿子，他母亲是韩国公主，血统高贵，深得秦王宠爱。在成妃和那些秦国本土贵族的眼里，他才是根正苗红的王位继承人，而嬴政不过是一个从敌国捡回来的带着一身骚味的野种。有一天，在宫里的学堂上，几个宗室子弟围住了正在默读竹简的嬴政，带头的正是比他小几岁的成妃。成妃用那种极其傲慢的语气，模仿着嬴政的口音，阴阳怪气地说：“哟，这不是从赵国回来的大公子吗？怎么还在读你们赵国那些酸不溜秋的诗经啊？”其他的孩子哄堂大笑，嬴政没有理他，继续看书。成妃觉得被无视了，恼羞成怒，一把抢过嬴政手里的竹简扔在地上，还用脚踩了踩。你个赵国杂种，还敢在我面前装清高，信不信我让你滚回邯郸去要饭？嬴政缓缓地抬起头，他看着眼前这个嚣张跋扈的弟弟，想起了在邯郸街头那些朝他扔石头的赵国小孩。他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并没有变，从一个地狱跳进了另一个更华丽、更虚伪的地狱。在邯郸欺负你是因为你是秦国人，在咸阳欺负你是因为你像赵国人，他永远都是那个不被接纳的异类。嬴政没有像在邯郸那样扑上去跟成妃扭打，他学会了隐藏，他只是静静地站起来，捡起那卷被踩脏了的竹简，拍了拍上面的灰尘，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但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那双黑色的瞳孔深处闪过了一丝比寒冬的冰雪还要阴冷的杀意。他把成匪的名字默默地记在了心里的那本死亡笔记上。他知道，在这个地方，光靠忍是不够的。在这个用实力说话的虎狼之国，你必须变得比所有人都强，比所有人都狠，才能活下去。嬴政回到了自己的宫殿，这里比邯郸的宅子大得多，也华丽得多。但是他感觉自己像是被关进了一个更大的笼子里。他的父亲对他很冷淡，忙着和后宫的新宠寻欢作乐。
他的母亲赵姬回国后，似乎也变了。他和那个权倾朝野的丞相吕不韦关系不清不楚，整天忙着参加各种宴会，根本没时间管这个儿子。嬴政再次成了一个孤儿，他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疯狂的读书，疯狂的练剑。他读韩非子，读商君书，从那些冷酷的法家文字里学习如何驾驭权力，如何控制人心。他练秦国的剑法，那种大开大合、招招致命的杀人术。他再把自己打造成一件最完美的武器。他看着远方高高在上的咸阳公主殿，看着那张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王座，他知道那里是唯一能让他感到安全的地方。他不再奢求什么父爱、母爱、兄弟情，他只要那个王座。为了得到它，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杀死任何挡在他面前的人，包括那个曾经和他一起在邯郸街头分窝头的好朋友姬丹，也包括那个正在欺负他的好弟弟程飞，甚至包括那个把他带回秦国，如今权倾朝野的重父吕不韦。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只当了3年王，就因为操劳过度，也有说是被毒死撒手人寰。历史的接力棒在这个极其尴尬的时刻被强行塞到了一个还没发育完全的少年手里。这一年，嬴政13岁，在一场盛大而肃穆的登基大典上，嬴政穿着那件明显不太合身的、袖子长得能拖到地上的黑色玄鸟王袍，被一群老臣簇拥着，一步步走上了咸阳宫的最高处。他坐上了那张象征着大秦最高权力的王座，看着台下那几百颗磕在地上的头颅，那一刻，他感到的不是威严，而是荒谬。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屁股底下的这张椅子虽然是金子做的，但椅子的腿却根本不在自己手里。他不是王，他只是一个用来盖章的人形玉玺。站在嬴政左手边的是第一座大山，相邦吕不韦。这个曾经的商人，现在的权臣，此刻正站在人生的巅峰。他被尊为仲父，在朝堂上，嬴政几乎就是一个摆设，所有的奏折都是先送到相府，吕不韦批完了，再拿给嬴政盖个章。大王，这件事仲父已经处理好了，您盖章就行。大王，那个官员仲父觉得不行，已经换了。嬴政每天上朝唯一的功就是点头，然后像个复读机一样说仲父说得对。但这还不是最让嬴政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吕不韦不仅想管他的身体，还想管他的脑子。吕不韦是个有野心的政治家，他觉得商鞅那套严刑峻法太冷酷了，不够完美。他想搞一套融合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杂家理论，来作为大秦的新国策。他召集了3000门客，编写了一部煌煌巨著《吕氏春秋》。他把书挂在咸阳城门口，上面悬赏1000金，谁能改动一个字，我给他1200金。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立言，是在搞思想统一。他想告诉全天下，也告诉那个坐在王座上的少年，大秦的未来不听商鞅的，也不听你的，听我吕不韦的。嬴政坐在上面，看着吕不韦那意气风发的脸，心里燃起了一股无名烈火。我是秦王，大秦是靠法家起家的，你一个搞投机的商人，凭什么来教我怎么治国？站在嬴政右手边的是第2座大山，楚系外戚。这座大山的代表人物就是他那个名义上的奶奶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楚国人，在他多年的经营下，秦国的朝堂上竟然有一半的大臣都是楚国人，比如后来的丞相昌平君、昌文君。这帮人势力盘根错节，把持着秦国的军政大权，他们在嬴政面前是长辈，是恩人，没有华阳太后，就没有嬴政他爹的上位。嬴政看着这满朝的楚国口音，心里一阵恶心。
而最让嬴政感到羞耻和危险的是第三座大山，那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帝太后赵姬。赵姬当了太后才30出头，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守寡不存在的。在秦国那个民风彪悍，并不太讲究贞洁牌坊的年代，赵姬很快就耐不住寂寞了。他和吕不韦旧情复燃，两人经常在后宫里私通。这事儿虽然做得隐秘，但在没有秘密的皇宫里，那就是公开的秘密。嬴政那时候虽然小，但他不傻。他看着母亲那张春光满面的脸，看着吕不韦从后宫里走出来的得意样，他感到了深深的恶心。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羞耻，更是政治上的威胁。太后和相邦联手，那他这个秦王算什么？算个多余的电灯泡吗？更可怕的是，这颗炸弹还在不断升级。吕不韦毕竟年纪大了，而且不想因为这种事儿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摆脱赵姬的纠缠，他给赵姬介绍了一个替身，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猛男嫪毐。据说这哥们儿有个绝活，能用那玩意儿转动车轮子。吕不韦把嫪毐假装阉割，送进宫里当了太监。赵姬得到嫪毐，那是如获至宝，天天在那辆特制的马车上寻欢作乐。这简直就是把大秦的后宫变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妓院。面对这三座大山，13岁的嬴政选择了沉默。他知道自己太弱小了，如果现在翻脸，吕不韦能换了他，华阳太后能废了他，甚至他亲妈都可能为了那个假太监而杀了他。他必须忍，就像当年在邯郸的街头被赵国小孩打倒在泥水里一样。他死死地护住自己的要害，一声不吭。每天上朝，他面带微笑，对吕不韦毕恭毕敬。仲父辛苦了。仲父说得对。他对华阳太后嘘寒问暖，祖母身体安好。他对母亲赵姬的荒唐行为视而不见。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听话、孝顺，甚至有点懦弱的傀儡。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咸阳宫的偏殿里，嬴政会脱下那件沉重的王袍，换上一身短打。他拔出那把锋利的秦王长剑，像疯了一样对着空气，对着那些假想敌疯狂的劈砍。他在用汗水和嘶吼来释放内心那股快要爆炸的压抑和愤怒。他在等待，等待自己身体长成的那一天，等待自己能够亲手握住权杖的那一天。时间是他唯一的盟友。7年过去了，嬴政从一个13岁的少年长成了一个20岁的青年。他的肩膀宽了，个子高了，眼神也变得更加深邃和冰冷。按照秦国的规矩，22岁行冠礼，一旦行了冠礼，秦王就要正式亲政，收回所有的权力。吕不韦慌了，赵姬慌了，那个假太监嫪毐更是慌得要死。他们知道，等到那个少年真正戴上王冠的那一天，就是他们好日子到头的时候。于是，在权力的诱惑和恐惧驱使下，这帮人开始铤而走险。一场针对秦王嬴政的惊天动地的政变，正在那个名叫雍城的旧都里悄悄地拉开了序幕。当嬴政一天天长大，那座原本看起来稳固的王座开始出现了细微的裂痕。裂痕的源头不是来自六国，而是来自血统。在咸阳的街头巷尾，在贵族们的酒桌上，开始流传一个极其恶毒的谣言：现在的秦王根本不是庄襄王的种，他是吕不韦那个大商人的私生子。这个谣言就像一滴墨水滴进了清水里，迅速扩散。它不仅让嬴政的统治合法性受到质疑，更让那些原本就对吕不韦专权不满的秦国本土贵族找到了一个新的政治抓手。如果嬴政是野种，那谁才是真正的大秦血脉？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嬴政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程飞。程飞封号长安君，这孩子简直就是为了打脸嬴政而存在的。
嬴政是在赵国长大的弃子，程飞是在秦国宫廷里长大的乖宝宝。嬴政的母亲是赵国舞女，程飞的母亲是韩国公主。嬴政性格阴索冷酷，程飞温文尔雅，深得人心。在很多老秦人眼里，这才是他们心中完美的秦王继承人。而程飞自己虽然表面上对哥哥恭恭敬敬，但心里那颗想要取而代之的种子，在周围人的不断浇灌下，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王兄，你的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公元前239年，秦国对赵国的战争还在继续。这一年，年轻的秦王嬴政做出了一个看似正常，实则充满风险的决定。他派程飞领兵去攻打赵国。在秦国，公子带兵是常事，既是锻炼，也是立功的机会。嬴政或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抚弟弟，或者是想试探他的忠诚。但是当程角带着几万大军走到前线一个叫屯留的地方时，出事了。赵国人也不傻，他们不仅在战场上抵抗，还在政治上搞渗透。他们派人接触程飞，送去了一封足以让程飞发疯的密信。信里写得明明白白，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你才是秦国正统，只要你肯倒戈，赵国全力支持你回咸阳夺位。这封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程飞看着身后的几万大军，看着咸阳的方向，他想起了小时候欺负嬴政时的快感，想起了那些贵族对他期许的眼神反了。就在屯留城下，程飞突然宣布倒戈。他打出的旗号很可能就是那个最致命的指控：清君侧，废伪王，正血统。这是一场针对嬴政统治根基的核打击。如果程飞真的带着大军杀回咸阳，再加上朝中那些心怀鬼胎的贵族里应外合，嬴政的王位瞬间就会崩塌。消息传回咸阳，这是嬴政掌权以来面临的第一次真正的生死危机。吕不韦慌了，赵姬慌了，但20岁的嬴政没有慌。他坐在王座上，听着前线传来的急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没有像普通人那样去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亲弟弟要背叛我，也没有去辩解自己的血统。在他的逻辑里，既然你是敌人，那就只有一个字：杀。他迅速调动了忠于自己的将领王翦、张唐等人，带领秦军主力火速赶往屯留平叛。这场平叛之战并没有持续太久。程飞虽然也是秦国公子，但他那点军事才能在身经百战的王翦面前就像个小学生。更何况秦军的主力部队认虎符不认什么血统。屯留城破，程飞兵败，仓皇逃往赵国，也有说是在乱军中被杀。史书有不同记载，但结局都是失败。叛乱平息了，但是嬴政并没有打算就这么算了。他要用这次事件给全天下人，也给朝堂上那些蠢蠢欲动的人立一个规矩，一个用鲜血写成的规矩。嬴政下了一道极其冷酷的诏书：屯留之民皆为反贼，全部连坐；参与叛乱的军官全部斩首，士兵全部流放。在屯留城内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清洗，所有的参与者，不管你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统统被处死，甚至连那些无辜的老百姓也被牵连，集体流放到了偏远的临晋去修长城。那一天，屯留城外的刑场上，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平叛大军班师回朝。当嬴政再次坐在咸阳宫的大殿上时，底下的群臣看他的眼神变了。以前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是一个甚至不知道是不是野种的傀儡。现在他们看到了一个暴君的雏形，他们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那种毫不掩饰的为了权力可以六亲不认的狠劲儿。嬴政看着底下那一张张恐惧的脸，心里感到了一丝前所未有的快意。他发现了一个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跟人讲道理是没用的，讲血统也是没用的，只有杀人。
只有让他们怕你怕到骨子里，他们才会乖乖听话。成匪之乱不仅帮嬴政清理了一批反对派，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嬴政心理上的成人礼。如果说成妃的叛变是权力的挑战，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对嬴政来说就是人格的凌迟。公元前238年，嬴政马上就要22岁了。按照秦国的规矩，22岁是男子行冠礼的日子。一旦行了冠礼，就意味着他正式成人，可以从太后和乡邦手里收回所有的权利，真正亲政。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时间节点，朝堂上的各方势力都在观望，都在盘算。而最先慌了神的不是吕不韦，而是住在深宫里的那位帝太后赵姬。赵姬这个女人正是得说道说道，她30多岁守寡，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在那个民风开放的年代，太后找个情人本来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参考当年的宣太后芈月，问题是她找的人是吕不韦，一个是当朝太后，一个是当朝相邦。这俩人要是搞在一起，那叫混乱宫闱，是严重的政治丑闻。吕不韦是个人精，他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嬴政，看着那双越来越阴冷的眼睛，心里直打鼓。咱们之前提到过，吕不韦想抽身，于是找到了那个天赋异禀的猛男嫪毐。吕不韦对赵姬说：“太后啊，我老了，伺候不动了，但我给你找了个好东西，保你满意。”为了掩人耳目，吕不韦玩了个骚操作，他让人拔光了嫪毐的胡子，买通了管事的太监，假装对他施了宫刑。于是这个拥有核武器般战斗力的猛男就顶着太监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赵姬的寝宫。赵姬得到嫪毐，那是绝爱之，他就像久旱逢甘霖的土地，彻底沉溺在了这种肉欲的狂欢中。为了方便行事，他甚至带着嫪毐搬出了咸阳宫，住到了距离咸阳几百里外的旧都雍城。那里山高皇帝远，也没人管。两人在那儿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夫妻生活。最要命的是，赵姬竟然怀孕了，而且一生就是2个，全是儿子。这事儿有多严重？如果这俩孩子被公之于众，嬴政的脸往哪搁？秦国王室的脸往哪搁？更可怕的是，如果嬴政死了，这俩孩子是不是也有资格继承王位？毕竟他们也是太后的亲儿子。这就是一颗随时会炸毁大秦基业的超级核弹。赵姬也知道这事儿见不得光，所以把孩子偷偷藏在雍城的宫里，对外封锁消息。有了太后的宠爱，有了2个私生子当底牌，嫪毐这个市井无赖彻底飘了。他被赵姬封为长信侯，他的权力有多大？史书说，事无大小，皆决于爱。雍城的官员任免、财政大权，甚至军队调动，全是他说了算。他门下的食客多达几千人，甚至比吕不韦还要风光。他开始变得疯狂且无脑。有一次，嫪毐在家里喝酒，跟一个朝廷大臣发生了争执。喝高了的嫪毐瞪着血红的眼睛，指着大臣的鼻子大骂：“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空人子何敢乃与我抗？我是当今大王的干爹，你个穷鬼也敢跟我顶嘴？”假父这2个字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得魂飞魄散。这可是捅破天了啊！你这个假太监居然敢自称是秦王的爹，你这是嫌自己命长，还是嫌酒足饭饱死得不够快？这事儿传到了咸阳，有人跑到嬴政面前告密，大王，嫪毐根本不是太监，他和太后生了2个儿子，还说等大王您死了，就立他的儿子为王。听到这个消息，嬴政是什么反应？他暴怒了吗？他提剑杀去雍城了吗？没有，他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难道他不知道吗？全天下都知道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但他依然不动声色，他甚至没有去质问母亲，也没有动嫪毐一根汗毛。为什么？因为他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把嫪毐、把吕不韦、把太后这3座大山一网打尽的机会。现在的嫪毐虽然猖狂，但还没反。如果现在动手，太后会护着，吕不韦会和稀泥，事情很难办得彻底。嬴政就像一条蛰伏在阴影里的巨蟒，他盘着身子，吐着信子，冷冷地注视着嫪毐这只不知死活的老鼠，看着它越吃越胖，越跳越高。他在等老鼠最得意忘形的那一刻，然后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下。公元前238年4月，嬴政启程前往雍城去举行他的冠礼，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离开守备森严的咸阳，来到了嫪毐的大本营。嫪毐也感觉到了空气中的杀气，他知道自己的那些破事儿早就瞒不住了。一旦嬴政行完冠礼，正式亲政，第一刀肯定砍向自己。既然横竖是个死，不如先下手为强。嫪毐偷了太后的玺印，伪造了诏书，调动了雍城的卫兵、县卒，甚至把家里的门客、舍人都武装了起来。他在雍城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想干什么？他想在冠礼那天发动政变，杀掉嬴政，立自己的私生子为王。一场惊天动地的宫廷政变在这个古老的都城里一触即发，而嬴政正坐在那辆黑色的王车里，缓缓驶向这个充满了阴谋和死亡的漩涡中心。他的手里紧紧握着那把秦王长剑，他的嘴角或许正挂着一丝残忍的冷笑。跳吧，闹吧，这将是你们最后的狂欢。公元前238年4月，雍城齐年宫大殿之内，香烟缭绕，钟鼓齐鸣。22岁的嬴政正跪在祖宗的牌位前，接受那顶象征着成年和权力的王冠。当那把沉重的秦王剑被系在他腰间时，他的眼神里没有喜悦，只有一种如同千年寒冰般的冷静。他知道，就在这宫墙之外，那个假太监嫪毐已经举起了反旗。嫪毐确实反了，他拿着偷来的太后玺印和秦王玉玺，调动了雍城的卫卒、县卒，还有他那帮亡命屠门客，凑了几千人，气势汹汹地杀向齐年宫。他以为嬴政是个只知道读书的软柿子，以为自己那些乌合之众能冲进宫去把嬴政剁了，然后就可以抱着那2个私生子登基，自己做太上皇。但他太天真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在赵国当了9年质子，在咸阳宫忍了13年冷眼的顶级忍者。嬴政早就布好了局，就在嫪毐发动攻击的那一刻，齐年宫的宫门大开，冲出来的不是慌乱的太监宫女，而是早已埋伏多时的3000精锐铁骑，领头的是后来的大秦丞相昌平君和昌文君。嬴政站在高台上，看着下面那些乱哄哄的叛军，他拔出长剑，下了一道让所有秦国人都为之疯狂的悬赏令：凡斩首叛军者，败爵一级；凡活捉嫪毐者，赏钱100万，100万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足够一个普通家庭吃喝几辈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原本还有些犹豫的秦军士兵，瞬间变成了看到猎物的饿狼，嗷嗷叫着冲向了叛军。这哪里是打仗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嫪毐的那点人马在训练有素的秦军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一捅就破，几千人瞬间溃散，被秦军像赶鸭子一样追着砍。嫪毐一看大势已去，吓得魂飞魄散，掉头就跑。但他能跑得过那100万钱的诱惑吗？他在好完被秦军追上，几百个想发财的士兵把他团团围住，没把他当场撕碎，纯粹是因为大王要活的。嫪毐被五花大绑，像头死猪一样被扔到了嬴政的面前。在咸阳的刑场上，嬴政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嫪毐，这个曾经不可一世、自称假父的男人，此刻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求饶。嬴政没有跟他废话，只是冷冷地吐出了2个字：
车列，5匹高头大马被牵了过来，嫪毐的头和4肢被分别绑在5辆马车上，随着一声鞭响，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了咸阳的长空。嫪毐的身体被5股巨大的力量向5个方向拉扯，肌腱断裂，骨骼脱臼，皮肉分离。在一阵令人牙酸的撕裂声中，这个祸乱了秦国后宫多年的假太监被活生生地撕成了碎片。但这还没完，嬴政要斩草除根，他下令夷3族，嫪毐的死党20多人全部枭首，嫪毐的宗族全部处死，嫪毐的那几千门客全部流放到蜀地去开荒，整个咸阳城血流成河。处理完了嫪毐，嬴政提着剑走向了后宫，那里住着他的亲生母亲太后赵姬，还有那2个藏在深宫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私生子。赵姬看到满身杀气的儿子走进来，吓得瘫软在地，她紧紧抱着那2个还在襁褓里的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正儿，千错万错都是娘的错，但这俩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是你弟弟啊，求求你放过他们吧。嬴政看着那2个孩子，他们有着和自己相似的血脉，流着同一个母亲的血，但在嬴政的眼里，他们不是弟弟，他们是耻辱，是母亲背叛父亲、背叛大秦的证据，更是未来可能威胁到他王位的隐患。斩草必须除根，嬴政没有亲自动手，他挥了挥手，几个冷血的侍卫走上前，粗暴地把孩子从赵姬怀里抢了过来。赵姬疯了一样的扑上去咬侍卫的手，被一脚踹开。侍卫把2个孩子装进了麻袋，也有说是直接举起，然后当着赵姬的面狠狠地摔在了坚硬的青石台阶上。2声闷响，没有哭声，只有鲜血和白色的脑浆从麻袋里渗出来，染红了台阶。赵姬看着这一幕，发出一声惨叫，昏死了过去。这是嬴政一生中最黑暗、最残忍的一刻。为了权力，为了洗刷耻辱，他亲手杀死了自己同母异父的亲弟弟。杀完弟弟，嬴政看着昏迷的母亲，眼神冰冷。他下令将太后逐出咸阳，幽禁在替邑阳宫，断绝母子关系，永不相见。这一举动震惊了朝野，百善孝为先，把亲妈关起来，这在讲究孝道的古代是大逆不道。有大臣看不下去了，纷纷上书求情。嬴政正在气头上，在宫门口立了一块牌子：敢以太后事见者，戮而杀之，断其4肢，击于阙下。谁敢替太后求情，我就杀了他。砍断4肢，堆在宫门口。即便如此，还是有不怕死的。前前后后有27个大臣硬着头皮去求情，结果嬴政说到做到，27个人全部被当场砍死，他们的尸体被肢解堆在宫门外，像一座恐怖的小山，震慑着所有想要开口的人。直到第28个，一个叫毛焦的齐国客卿来了。毛焦不怕死，他对嬴政说了一句话：秦国想要吞并6国，就要以孝义取信于天下。现在大王您杀了贾父，杀了弟弟，又囚禁母亲，这名声传出去，6国诸侯会怎么看？天下人才谁还敢来投奔秦国？这可是亡国之举啊！这句话点醒了嬴政，他猛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复仇的儿子，更是要统一天下的君王。为了大业，他必须忍，必须演。嬴政深吸了一口气，他亲自去把母亲接了回来，恢复了太后的尊号，但他心里那根刺永远也拔不掉了。他和母亲之间只剩下了政治上的利用，再无半点温情。嫪毐死了，太后废了，但真正的主菜是那个一直站在嫪毐身后，也是站在嬴政王座阴影里的男人相帮吕不韦。嫪毐为什么能进宫？是吕不韦送的。嫪毐为什么能封侯？是吕不韦默许的。嫪毐为什么能造反？
是因为吕不韦当年为了摆脱赵姬，亲手把这个祸害塞进了权力的核心。在法家治国的秦国，这叫连坐。嬴政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没有直接杀吕不韦，毕竟吕不韦对他有拥立之功，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动静太大会引发政治地震。嬴政玩了一手温水煮青蛙，他先下了一道诏书，免去吕不韦相邦之职，让他回自己的封地河南去养老。这看起来是宽大处理，实际上是剥夺了吕不韦所有的政治权利，把他从权力的中心咸阳踢到了边缘。吕不韦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是嬴政在给他留面子，于是他收拾行李，带着家眷和门客，乖乖地回到了洛阳。但是吕不韦虽然下野了，他的影响力还在，他在洛阳的府邸依然宾客盈门，山东六国的使者，各地的诸侯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吕不韦是奇货可居的投资大师，眼光毒辣，而且他手里掌握着秦国太多的秘密和资源。万一哪天嬴政反悔了，或者六国想利用吕不韦搞事情，这老头就是个现成的棋子。这事儿传到了咸阳，嬴政坐在龙椅上，看着那些关于洛阳的情报，心里那根敏感的神经被狠狠地拨动了。他怕吕不韦利用他在六国的人脉搞叛乱，他更怕吕不韦那种重负的威望会时刻提醒天下人，你嬴政的王位是他给的，这老东西既然退了，为什么还要这么高调？他是不是还想当太上皇？嬴政的眼神里杀意渐浓，他决定不再留面子了，他要彻底解决这个隐患。公元前235年，嬴政给远在洛阳的吕不韦写了一封著名的绝交信，这封信只有短短30个字，却字字如刀，刀刀见血，直接把吕不韦的尊严和活路全部封死。信里写道：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10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重父，其与家属习处属。翻译过来就是：第一问，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你不过是个投机倒把的商人，靠着送钱送女人才混到了今天。你凭什么享受10万户的封地？凭什么享受比王室还高的待遇？第二问，你跟秦国有什么亲戚关系？你凭什么让我叫你重父？你以为你是谁？你配吗？最后通牒，全家给我滚到四川去。这封信太狠了，他不仅否定了吕不韦一生的功绩，更否定了吕不韦作为人的尊严。他把吕不韦从一个功臣贬低成了一个窃国大盗。而最致命的是那个流放地点蜀，当时的蜀地是蛮荒之地，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且从洛阳到蜀地路途遥远，山高水长。嬴政的意思很明白，你走吧，如果你能活着走到蜀地，算你命大；如果你半路死了，或者我派人在半路把你弄死了，那也是意外。吕不韦拿着这封信，双手颤抖。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读懂了嬴政字里行间的潜台词：大王不仅要我的权，他还要我的命。如果不死，嬴政会寝食难安；如果不死，吕家全族可能会被株连；如果不死，他一世的英名可能会在流放的路上变成一个笑话。吕不韦抬起头，看着窗外洛阳的繁华，他想起了当年在邯郸街头那个意气风发的商人，想起了把一人扶上王位时的狂喜，想起了编撰《吕氏春秋》时的豪情万丈。他这辈子做成了天下最大的生意，赚到了这世间最高的利润，但最终他还是输了，输给了那个他亲手扶植起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产品罢了。这笔买卖到头了。吕不韦端起一杯早已准备好的鸩酒，他没有抱怨，也没有诅咒，只是平静地一饮而尽。为了保全家族，为了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
这位战国末期最伟大的政治投机家选择了自我了断。吕不韦死了。随着吕不韦的死，嬴政彻底扫清了国内所有的障碍。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位年轻秦王的战绩：弟弟成妃造反，被杀；假爹嫪毐，五马分尸；那2个私生子摔死；亲妈赵姬幽禁，断绝关系；干爹吕不韦逼死。为了权力，嬴政切断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亲情纽带。他坐在那个高高的王座上，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亲人的唠叨，没有长辈的教导，没有兄弟的扶持，只有冰冷的玉玺，只有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臣子，只有那把沾满了亲人鲜血的秦王剑。他终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包裹着他。但与此同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一切的强大力量感也在他体内疯狂涌动。既然这世上没人爱我，那就让所有人都怕我吧。嬴政站起身，走出了咸阳宫的大殿。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目光越过宫墙，越过渭水，越过函谷关，投向了那个广阔的、混乱的、充满了诱惑的东方世界。那里有6个还在苟延残喘的国家，那里有无数等待他去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朕的剑已经磨好了，接下来就是让这天下只有一个声音。大秦帝国的战争机器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再次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公元前230年，最弱的韩国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被抹去了名字。公元前228年，那个曾经拥有无敌铁骑，能在野战中跟秦国掰手腕的赵国也倒下了，不是倒在战场上，而是倒在了自己人手里。赵王听信了小人郭开的谗言，自毁长城，杀死了赵国最后的军神李牧。李牧一死，秦军长驱直入，邯郸城破。现在秦军的锋芒已经逼近了北方的燕国边界易水。在这个冰冷的冬天，整个燕国都笼罩在一种末日降临的死寂之中。在继续之前，我们必须先插播一段极其私密、极其残酷，也极其能体现嬴政人性泯灭的往事。这段往事关乎一个名字——燕太子丹。大家还记得他吗？那个在邯郸的破巷子里帮嬴政赶跑了欺负他的赵国小孩，和他一起分窝头的老大哥。时光荏苒，那个曾经受尽欺负的嬴政，如今已经变成了威震天下的大秦之王。而那个曾经许诺要带兵来救嬴政的太子丹，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再次被作为人质送到了秦国的咸阳。太子丹在来秦国的路上，心里其实是挺激动的。他想，当年的小老弟现在发达了，我是他小时候唯一的朋友。这次我去秦国，那还不得是做上宾，说不定还能借着这层关系给燕国要点好处，甚至结个盟啥的。他怀着这种美好的幻想走进了咸阳宫。但是当他在大殿上抬起头，看向王座上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时，他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嬴政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的眼神里没有老友重逢的喜悦，只有一种看待蝼蚁般的冷漠和审视。燕丹，你来了。嬴政的声音平淡的像一杯白开水。太子丹愣了一下，试图唤起对方的回忆。大王，我是丹啊。当年我们在邯郸，嬴政猛地打断了他。这里是秦国的大殿，不是邯郸的破庙。你是燕国的质子，寡人是大秦的王。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待着，别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太子丹傻眼了，他以为自己是来走亲戚的，结果嬴政把他当成了要饭的。接下来的日子对于太子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嬴政不仅没有给他任何优待，反而极尽羞辱之能事。他把太子丹安排在最破烂的驿馆里。宴会上，他故意让太子丹坐在最后面，甚至让下人去嘲笑燕国的贫弱。
朝堂上他动不动就拿燕国开涮，指桑骂槐，让太子丹颜面扫地。太子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想不通，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残酷，因为嬴政变了，或者说嬴政从来就没变过，他只是不再需要隐藏自己的本性了。在他现在的逻辑里，朋友是一个极其多余且危险的概念。朋友意味着平等，意味着讨价还价，意味着感情羁绊。如果我认你这个朋友，那我以后灭燕国的时候还怎么下得去手？如果我对你好了，其他5国的质子怎么看我？我的威严何在？我是要吞并天下的神，人神是不需要朋友的。在嬴政的棋盘上，太子丹只有2个身份，要么是燕国的肉票，要么是未来的尸体。太子丹受不了了，这不仅仅是待遇差的问题，更是一种被曾经的兄弟背叛、羞辱的心理崩溃。他找到嬴政，苦苦哀求：大王，我不想待在秦国了，求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放我回燕国吧。嬴政听了，嘴角勾起了一抹残忍的冷笑。他看着跪在地上的太子丹，就像看着一个小丑。他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说出了一句极具嘲讽意味，后来成为千古名言的话：想回国，可以呀。等到乌鸦的头变白了，马的头上长出了犄角，那个时候寡人就放你回去。这话一出，太子丹彻底绝望了。乌鸦头变白，马长犄角，这就是在说你做梦吧，这辈子你都别想活着离开秦国，你就老死在这里吧。这是赤裸裸的戏耍，是把太子丹最后的尊严踩在脚底下碾碎。太子丹看着眼前这个冷酷无情的男人，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当年的嬴政已经死了，坐在上面的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怪物。恐惧，极度的恐惧笼罩了太子丹。他知道，如果在秦国待下去，嬴政早晚会弄死他，或者拿他当筹码去威胁燕国。他必须跑。太子丹不愧是当过多年质子的人，逃跑的业务很熟练。他花重金买通了秦国的守关将领，乔装打扮，趁着夜色狼狈地逃出了函谷关，一路狂奔回到燕国。回到燕国后，太子丹整个人都变了。他不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他变成了一个满腔仇恨的复仇者。他恨嬴政，这恨意里有国仇，更有私恨。嬴政，你背信弃义，你羞辱我太甚，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回到燕国后，太子丹开始疯狂地招募死士，寻找能够刺杀嬴政的勇士。他散尽家财，供养那些奇人异士，哪怕是再古怪的要求，他也全都满足。他就像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要把燕国的国运，要把自己的性命全部压在一把匕首上。这就是后来荆轲刺秦王的真正起因。这不仅是一场为了国家大义的刺杀，也是一场源于私人恩怨、源于友谊破裂后的绝望报复。太子丹跑了，这事儿传到咸阳宫，嬴政是什么反应？毫不在意，他甚至连追兵都没怎么派。在他看来，太子丹跑了就跑了，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能翻起什么大浪？他根本没把太子丹放在眼里，更没把燕国放在眼里。他的目光早就越过了燕国那贫瘠的土地，投向了更广阔的天下。跑吧，跑回燕国去，正好给寡人一个将来灭燕的由头。至于报仇，呵呵，让他来，寡人等着。这种极度的傲慢和自信，是嬴政作为千古一帝的气场，也是他后来险些丧命于荆轲匕首之下的伏笔。但他不在乎，因为此刻的他已经完成了心灵上的最后一次格式化。亲情、爱情、友情，所有的感情模块都被他亲手卸载了。现在的嬴政是一台没有任何软肋，纯粹由权力意志驱动的战争机器。
公元前227年冬天，燕国的易水河畔，高渐离的祝声刚刚落下，那个穿着白衣、提着匕首的男人荆轲已经踏上了咸阳的土地。他是带着燕太子丹的全部身家和樊拱期那颗用石灰腌制的人头来赌一把国运的。这是一场黑帮式的斩首行动，赌赢了，燕国能苟延残喘；赌输了，大家一起玩完咸阳宫。秦国的心脏，这座代表着当时东亚大陆最高权力的宫殿宏伟，得让人窒息。荆轲捧着装有樊春期首级的盒子，他的副手那个据说12岁就杀过人的猛男秦舞阳，捧着装有燕国最肥沃土地督亢地图的匣子，一步步走上了台阶。大殿两旁是手持长戟、面无表情的秦国虎狼之师，那种无形的杀气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还没走到大殿中央，那个12岁杀人的秦舞阳崩了，他的脸色变得惨白，双腿像筛糠一样发抖，甚至裤裆里都湿了一片，直接瘫软在了地上。秦国的大臣们一看，这什么情况？燕国派了个怂包来，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如果这时候秦舞阳露馅儿，荆轲也得死。荆轲没有慌，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吓破胆的同伴，不仅没生气，反而笑了。他转过身，对着高高在上的嬴政从容的行礼，用一种极其诚恳的语气解释道：大王恕罪，他是北方蛮夷之地的粗人，没见过天子的威严，所以吓得魂不附体，请大王宽恕他，让他完成使命。嬴政坐在王座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幕，他没有怀疑，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个弱国使者见到大秦君王该有的反应：恐惧、战栗。既然他怕，那就让他滚远点儿。嬴政挥了挥手：荆轲，你一个人把地图拿上来。这一挥手，把死神放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荆轲捧着地图匣子，稳稳地走到了嬴政的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几步。嬴政身体前倾，目光被那个精美的地图匣子吸引住了。他对土地的渴望压倒了一切警惕。荆轲打开匣子，拿出了那卷羊皮地图。他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地展开地图，1寸、2寸、3寸。地图上画着的是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那是嬴政梦寐以求的战利品。但嬴政不知道，这卷地图的尽头藏着一把淬了剧毒的徐夫人匕首，只要划破一点皮，见血封喉。当地图完全展开的那一瞬间，一道幽蓝色的寒光猛地刺痛了嬴政的眼睛。就在这一刹那，荆轲的左手快如闪电般伸出，像铁钳一样死死地抓住了嬴政那宽大的龙袍袖子。他的右手一把抓起那把毒匕首，带着必杀的决心，照着嬴政的胸口狠狠地刺了下去。这一秒，时间仿佛凝固了，但嬴政的反应是本能级的。他不是那种生在深宫、长在妇人之手的娇弱君主，他是在邯郸的街头被打大的，是在刀光剑影的政变中杀出来的。在匕首即将刺入胸膛的那一刻，嬴政猛地向后一仰，身体拼命往后挣。那件做工精美、象征着无上权力的黑色龙袍袖子被荆轲硬生生地扯断了。借着这股断袖之力，嬴政从王座上弹了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后退。荆轲一击未中，立刻像一头发疯的豹子，举着匕首就追。嬴政一边跑一边去拔腰间的佩剑，但他拔不出来。秦王的佩剑为了彰显威仪做得特别长，在慌乱的奔跑中，剑身卡在剑鞘里，越急越拔不出来，反而成了累赘。于是，在庄严肃穆的咸阳宫大殿上，上演了一出极其荒诞也极其惊悚的猫鼠游戏。大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被一个拿着匕首的刺客追得绕着大殿上那根粗大的铜柱子拼命跑圈。殿下的大臣们全傻了，他们想上去帮忙，但是不敢，因为商鞅定下的秦法规定，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没带武器怎么帮？而殿外那些全副武装的郎中令，没有皇帝的诏令，是绝对不敢踏入大殿半步的。谁敢闯进来，就是死罪。在嬴政被追杀的这生死几秒钟里，根本来不及下诏令，死局就在嬴政快要被荆轲追上，命悬一线的那一刻，一个人站了出来。他不是武将，他是个御医，名叫夏无且。这老头看着大王要被捅死了，急得不行。他手里正好拎着一个沉甸甸的药箱。夏无且抡圆了胳膊，把那个装满瓶瓶罐罐的药箱照着荆轲的脸就狠狠地砸了过去。药箱砸中了，荆轲虽然没造成多大伤害，但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荆轲的动作迟滞了一瞬间。就是这一瞬间救了嬴政的命。旁边的一个大臣终于回过神来，大喊了一声：“王复剑！”大王，把剑推到背上去拔。嬴政如梦初醒，他立刻将长剑推到后背，手臂向后一探，呛的一声，一把抽出了那把寒光闪闪的秦王长剑。猎物瞬间变成了猎手。嬴政握着剑，眼里的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杀意。他转过身，面对着再次扑上来的荆轲，双手握剑，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劈了下去。这一剑直接斩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惨叫一声，跌倒在血泊中，再也站不起来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刺客做出了最后一次反击。他用尽全力，将手中的毒匕首像飞镖一样掷向嬴政。匕首擦着嬴政的耳朵飞过，重重地钉在了铜柱子上，火星四溅。嬴政惊魂未定，冲上去对着倒地的荆轲又连砍了7、8剑。荆轲浑身是血，但他没有求饶，他倚靠在那根铜柱子上，看着气喘吁吁的嬴政，竟然大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骂道：“士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节之，必得曰弃以报太子也。我之所以没杀你，是因为我想活捉你，逼你签下退还土地的条约，好回去报答太子丹，是我贪心了啊！”笑声中，殿外的武士终于冲了进来，将荆轲乱刀剁成了肉泥。荆轲死了，嬴政站在满地的碎肉和血泊中，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摸了摸自己还在狂跳的心脏，看了一眼那个被药箱砸坏的角落，又看了一眼柱子上那道深深的匕首印痕。恐惧慢慢褪去，一股前所未有的想要毁灭一切的暴怒涌上了心头。好一个燕丹，好一个燕国！既然你们不想体面，既然你们想玩阴的，那就别怪寡人把事情做绝。嬴政一把扔掉手里带血的长剑，对着大殿里惊魂未定的群臣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传令王翦，给寡人增兵，踏平燕国，把燕丹的人头给我拿回来，把燕国的宗庙给我烧了。不仅仅是燕国、魏国、楚国、齐国，一个都别想跑。寡人要让这天下再也没有人敢对寡人拔刀。”荆轲的刺杀彻底点燃了嬴政心中的怒火，这股怒火化作了千万秦军手中的长戟和强弩，化作了无情的铁蹄和战车，向着东方剩下的4国发起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冲锋。公元前225年，王翦的儿子王贲是个狠角色，他嫌攻城太慢，直接引黄河水倒灌大梁城。那座繁华了几百年的大梁城，在浑浊的泥水里泡了3个月，城墙塌了，百姓死伤无数。魏王假投降，魏国亡。公元前223年，老将王翦带着秦国几乎所有的家底60万大军，像一座移动的泰山，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楚军主力在七县被彻底击溃，楚将项燕自杀，楚王复除被俘。公元前222年，王贲带着怒气冲冲的秦军，直接把燕国都城蓟给平推了。燕王喜为了活命杀了亲儿子太子丹，把人头送给嬴政。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几年后，燕王喜也被抓了。公元前221年，王贲的大军从燕国南部突然南下，直插齐国都城临淄。齐王见这个一辈子都在装死，以为不惹事就能保平安的窝囊废国君，听信了秦国间谍的话，连打都没打，直接开城投降了。这其中灭楚之战值得我们细说。时间回到公元前225年，咸阳宫，嬴政问年轻将领李信，灭楚要多少人？李信拍着胸脯说：“20万，足矣。”嬴政大喜，给了他20万。结果李信被楚国名将项燕打得满地找牙，几乎全军覆没。嬴政傻眼了，他不得不放下架子，亲自跑去平阳，向那位已经退休在家的老将王翦道歉：“老将军，寡人错了，求您出山吧。”王翦看着嬴政，慢悠悠地伸出了6根手指头：“非60万人不可。60万，这几乎是秦国所有的家底，是全国能打仗的男人总和。把全国的兵力交给一个人，万一他造反怎么办？换做别的君主肯定不敢，但嬴政敢。他咬着牙说：“给你，要多少给多少。”王翦带着60万大军出征了。在出征的路上，这位老将上演了一出极其精彩也极其心酸的保命大戏。没走几十里，王翦就派信使回咸阳给嬴政送一封信，信里写的不是战报，而是要钱。大王啊，我家那块地太小了，能不能再赏我几百亩良田？大王啊，我家房子太旧了，能不能给我修个园林？大王啊，我还有几个孙子没安排工作。一连写了5封信，全是这种鸡毛蒜皮、贪得无厌的要求，底下的将领都看不下去了。老将军，您这也太贪了吧！咱们去打仗，您怎么光顾着要房子？王翦叹了口气，苦笑着说：“你们懂个屁！秦王生性多疑，我现在手握全国的兵权，如果我不表现得贪财好色、胸无大志，只想着给子孙挣点家产，秦王能睡得着觉吗？他会以为我想造反，我这是在自吾保命啊！”嬴政在咸阳收到这些信，果然不但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这老东西啊，还是那个贪财的俗人。好，给他，都给他。君臣之间的这种极其现实、极其冷酷的猜忌与防备，被王翦用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完美化解了。王翦到了前线，也不急着打，他让60万秦军每天洗澡、吃肉、晒太阳，就是不出战。楚军主帅项燕急了，天天来挑战，王翦就是不理。耗了1年多，楚军撑不住了，士气低落，开始撤退。就在楚军撤退的那一瞬间，王翦露出了獠牙，养精蓄锐了1年的秦军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扑了上去，楚军瞬间崩溃，项燕自杀，楚王复楚被俘。那个曾经问鼎中原的楚国亡了。公元前221年，咸阳宫的钟声敲响了，那声音浑厚深沉，传遍了关中，也传遍了整个刚刚被统一的天下。嬴政站在咸阳宫的最高处，他看着脚下的版图，再也没有齐、楚、燕、韩、赵、魏了，再也没有那些纷乱的诸侯，没有那些永无止境的战争，没有那些需要看人脸色的日子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剩下一个字：秦。39岁的嬴政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他终结了500年的乱世，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帝国，天下打下来了。他看着脚下那张已经变成纯黑色的巨幅地图，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空虚和烦恼。以前的烦恼是怎么打败敌人，现在的烦恼是怎么给这个新世界起一个配得上他的名字。他觉得以前那个王的称号太 low 了。周天子是王，齐国的田和是王，
就连那个被饿死的赵武灵王也是王，大家都叫王。我嬴政灭了6国，统一了天下，还跟他们叫一样的名字，那我不白忙活了吗？嬴政把满朝文武叫来开会，给我想个新名号，要霸气，要独一无二，要能配得上寡人这盖世的功勋。大臣们挠破了头。李斯想了想说，古有天皇、地皇、太皇，太皇最尊贵，不如大王就叫太皇吧。嬴政摇了摇头，太皇听起来像个卖药的。他拿过笔，在竹简上划掉了那个太字，留下了皇字。然后他的目光投向更远古的传说，那里是上古的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在当时人的概念里，帝不仅仅是人间的统治者，更是上天的主宰，是神。嬴政的眼睛亮了。好，我不仅要有皇的光芒万丈，我还要有帝的主宰万物。他大笔一挥，把这2个字拼在了一起。皇帝，他认为自己德高3皇，功过5帝，也只有皇帝这个称号才能配得上自己。各位朋友，请注意这个词的分量，这不仅仅是个名字，这是一种神格化。以前的周天子叫天子，意思是我是老天爷的儿子，我是替老天爷打工的。而嬴政的意思是，去你妈的儿子，我不当儿子，我就是老天爷本人，我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神。从这一刻起，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2000年的皇帝时代。嬴政给自己定下了新的规矩，自称朕以前谁都能用，现在我也占用了，命令叫至或诏。子孙后代不要搞什么谥号，那太不恭敬了。我叫始皇帝，儿子叫2世，孙子叫3世，一直传到万世，无穷无尽。名号定下来了，接下来是制度。丞相王绾建议，大王、燕国、齐国、楚国这地方太远了，咱们管不过来，不如像周朝那样分封几个儿子去当王，帮咱们看着。这叫分封制。几千年来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但李斯跳出来反对，不行。周朝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分封亲戚过了几代就不亲了，互相砍杀像仇人一样。大王您辛辛苦苦统一天下，难道就是为了给子孙后代制造内战的机会吗？嬴政拍案而起，李斯说的对，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就是因为有这些诸侯王，现在还要再去立这玩意儿。我看你们是想让天下再乱500年。废分封，立郡县。嬴政做了一个极具魄力的决定，把全天下切成36郡，下面再切成县。所有的郡守、县令全部由中央直接任命，想换就换，想杀就杀，谁也别想拥兵自重，谁也别想把地盘传给儿子。全天下只能有一个老板，那就是朕。这还不够，6国虽然灭了，但那里的老百姓脑子里想的还是我是楚国人，我是赵国人。嬴政要给这个庞大的帝国进行一次彻底的物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格式化。第一招，车同轨。以前各国的马车轮距不一样，楚国的路窄，车轮距小；齐国的路宽，车轮距大，这导致车子没法在全国畅通无阻。嬴政下令，全天下的车轮距统一为6尺。这不仅仅是为了修路，这是为了让秦国的大军和政令能顺着那条笔直的秦直道，以最快的速度插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第二招，统一度量衡。你的斤两重，我的尺子短，不行，全天下做买卖、交税必须用秦国的标准。第三招，书同文，这是最狠的一招。以前6国的字写法各异，像鬼画符。嬴政让李斯搞了一套标准字体小篆，废除6国文字，以后全天下只能写这一种字。各位，这可不是为了方便大家发短信，这是为了清洗记忆。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当你不能用自己国家的文字书写历史、传承文化的时候，你作为楚国人、齐国人的那个身份认同就会慢慢消失。嬴政要把所有人都变成一种人，秦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大秦这台超级机器上一个个标准化的、可以随时替换的螺丝钉。最后，嬴政把目光投向了民间，那些流落在老百姓手里的刀剑长矛让他感到不安全。他下了一道命令：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无数的兵器被官府没收，运到了咸阳。嬴政让人把这些杀人的利器全部融化，铸成了12个巨大的铜人，立在宫门口，每个铜人重达几十万斤。他看着这些铜人，满意的笑了。现在老百姓手里连把菜刀都要登记，我看谁还能造反。公元前213年，大秦帝国的制度建设基本完成了，这是一个精密、高效、令行禁止的超级帝国。但是嬴政并不快乐，因为他发现虽然他在物理上统一了天下，但在精神上还有很多杂音让他感到烦躁。咸阳宫里，嬴政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美酒佳肴，歌舞升平。但嬴政的脸色却越来越阴沉，因为他听到了一群苍蝇在嗡嗡叫。这群苍蝇叫博士，这可不是现代的博士学位，而是秦朝的一个官职，专门养着一帮博古通今的读书人，让他们给皇帝当顾问。有个叫淳于越的博士借着酒劲儿，又开始提那套老掉牙的建议：陛下，咱们还是得分封啊！你看商朝、周朝为什么能活那么久啊？就是因为分封了子弟当诸侯，有事大家一起上。现在您把天下都管了，万一哪天您有事，谁来救您啊？这话听起来是为国着想，其实是在借古讽今，是在否定嬴政最引以为傲的郡县制。嬴政没说话，他看向了他最信任的丞相李斯。李斯站了起来，他也是法家的大佬，但他比商鞅更狠更绝。他对嬴政说：陛下，这些读书人为什么这么讨厌？因为他们入则心非，出则象义。上朝的时候心里不服，下班了就在街上乱说。他们总是拿古代的那套东西来批评现在的政策，以此来显示自己清高，甚至煽动老百姓对朝廷不满。如果不堵住他们的嘴，大秦的威信就没了。李斯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奏折，抛出了那个让后世读书人站立了2000年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妓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100家愚者悉一手，欲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足。翻译过来就是，除了秦国的历史书，别的国家的历史书全烧了；除了官方图书馆里的备份，民间私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全烧了；除了种树、算命、医药的书，谁敢私下里几个人凑在一起讨论《诗经》《尚书》，当街斩首；谁敢拿古代的例子来批评现在的政策，灭族。嬴政看着这份奏折，嘴角露出了一丝残忍的微笑。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公元前213年，一场席卷全国的烈火在各个郡县的广场上点燃了无数珍贵的竹简，那些记载了先秦几百年智慧、思想、历史的典籍被秦朝的官吏粗暴地扔进了火堆，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嬴政并不是在发疯，他是在进行一场精准的思想格式化。他要垄断解释权。从今以后，老百姓不需要读什么《诗经》去陶冶情操，也不需要读什么《尚书》去了解上古圣贤。你们只需要读一本书《秦律》，你们只需要听一种声音朝廷的诏书，以吏为师。想学知识去找官府的公务员学法律就行了，别的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反动的。书烧了，嘴堵上了，但嬴政心里的火还没泄完。
这把火烧向了另一群人，这群人叫方士。嬴政到了晚年特别怕死，他想长生不老，于是一大帮炼丹的、求仙的骗子像苍蝇一样围了上来，其中有2个头目叫侯生和卢生。这俩人拿了嬴政大把的经费，说去海上找仙药，找了几年毛都没找到，眼看再不交差就要露馅了。这俩人一合计，跑吧，跑就跑吧。这俩人在跑路之前，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还写了一篇大字报，把嬴政骂了一顿。秦始皇这个人贪于权势，刚阔自用，他以为自己是神，其实就是个暴君。这种人神仙是不可能给他要的。骂完，卷款潜逃。这事儿被嬴政知道了，背叛、欺骗，这正好踩在了嬴政最痛的2个雷区上。嬴政暴怒，我把你们当神仙供着，给你们钱，给你们地位，你们不但骗我，还敢在背后骂我。查给我彻查咸阳城里还有多少这种神棍。秦朝的特务机关立刻行动，抓了一批方士，严刑拷打。这帮人平时互相就不服气，一上刑立刻互相攀咬，最后查出来460多个有牵连的人。这些人里大部分是方士，但也混杂了一些平时喜欢妄议朝政的儒生，这也是后世叫坑儒的原因。但主要是坑方士。嬴政大手一挥，全部活埋。咸阳城外挖了一个巨大的深坑，460多个穿着道袍儒服的人被像倒垃圾一样推了进去。随着一铲铲黄土落下，哀嚎声、咒骂声、求饶声渐渐被掩盖。这是嬴政对那个总是对他指指点点的知识分子阶层一次最血腥的警告。就在大家都吓得不敢出声的时候，嬴政的大儿子长公子扶苏站了出来。扶苏这孩子跟嬴政一点都不像，他性格仁厚，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看着那个万人坑，痛心疾首地对父亲说：父皇，天下初定，人心不稳。这些读书人虽然迂腐，但他们是孔子的信徒，代表着天下的舆论。您这样严厉地惩罚他们，会让天下人寒心的啊！嬴政本来就在气头上，一看亲儿子居然替这帮骗子和喷子说话，更是火冒三丈。你也来教训我？你也觉得朕做错了？嬴政对这个心慈手软的接班人失望透顶，他觉得扶苏太妇人之仁了，需要去边疆历练历练，去看看什么叫真实的、残酷的世界。嬴政下令，扶苏，你去上郡给蒙恬当监军去，修长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回来。这本来是一次流放式锻炼，嬴政是想让儿子去掌握兵权，去磨练心性，但是这道命令却成了一个足以毁灭大秦帝国的致命伏笔。因为扶苏一走，咸阳的政治中心就空了，留在嬴政身边的只剩下那个看似忠厚老实的二儿子胡亥和那个阴险毒辣的太监赵高。咸阳城外的深坑被填平了，新长出来的野草掩盖了那段血腥的往事。经过这一轮焚书坑儒的清洗，整个天下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朝政，再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官员们见面只敢谈论天气和法律，读书人躲在家里，把剩下的竹简藏进墙壁的夹层里瑟瑟发抖。万马齐啮啾可哀。嬴政坐在咸阳宫里，耳边终于清静了。他觉得自己赢了，他用暴力消灭了所有的杂音，但他不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人们不敢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心里磨刀。那种被压抑到极致的愤怒和仇恨，正在地壳深处积蓄力量，等待着下一次火山爆发。而嬴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那具为帝国操劳了半辈子的身体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他开始更加疯狂地追求长生不老。统一天下的时候，嬴政才39岁，那正是男人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心智最成熟的黄金时代。他觉得自己是神，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但是时间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你叫始皇帝就对你手下留情。
到了40多岁，嬴政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早年在赵国受的那些冻饿之苦，在成非之乱、嫪毐之乱中积攒的那些心力交瘁，还有每天要批阅120斤竹简的高强度工作，这些东西像无数只白蚁，在悄悄地啃噬着他那具曾经强壮无比的身体。他开始失眠，开始头痛，开始感到胸闷气短。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一人躺在巨大的龙床上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就会像黑色的潮水一样把他淹没。死亡，这个他曾经赐予无数人的东西，现在正在向他自己逼近。他怕了，他还没活够啊！这万世的基业才刚刚开始，怎么能就这样死了呢？这种对死亡的极度恐惧让他抓住了一切看起来像是救命稻草的东西。于是方士们登场了。第一个登场的大忽悠叫徐福，这人是齐国人，口才极好，长得仙风道骨。他对嬴政说：“陛下不用怕，这海上有3座神山，叫蓬莱、方丈、瀛洲，那是神仙住的地方，上面有长生不老药，只要吃了就能与天地同寿。”嬴政一听，眼睛亮了，去，给朕找回来。徐福说：“这神山很难找，而且要有诚意，您得给我准备一支舰队，还得有几千个童男童女去伺候神仙，还得带上最好的工匠、种子和金银珠宝。”嬴政大手一挥，准了。于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求仙远航开始了。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带着大秦帝国无数的财富，浩浩荡荡地出海了。嬴政站在海边，满怀希望地等着。1年过去了，2年过去了，徐福回来了吗？没有。这哥们儿就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有人说他到了日本，当了那边的神武天皇，也有人说他死在海上了。反正他把嬴政给骗惨了。徐福走了，嬴政还在等。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开始尝试另一种续命的方法——嗑药。宫里的方士们开始夜以继日地为皇帝炼制仙丹。这些所谓的仙丹是个什么成分呢？现代化学告诉我们，那是硫化汞、铅、砷等重金属的混合物。方士们把这些红红绿绿的石头放在炉子里烧，烧得晶莹剔透，看着确实像那么回事。嬴政把这些含有剧毒重金属的药丸当成宝贝一样，每天按时服用。这药真灵，吃了之后浑身发热，精力充沛，那是当然。重金属中毒的初期症状就是亢奋，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可怕的副作用。汞中毒会让人脾气暴躁、易怒、多疑，甚至出现幻觉。铅中毒会损害神经系统，让人变得迟钝、偏执。嬴政变了，他从一个冷酷但理性的政治家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神经质的疯子。他开始怀疑身边的一切，有人要害朕，有人不想让朕长生不老。为了躲避那些想象中的恶鬼和刺客，嬴政做出了一个极度疯狂的决定。他下令将咸阳周边的270座宫殿全部用天桥和地下通道连接起来。他在这些宫殿里塞满了美女和乐器，但他不告诉任何人他今天晚上到底睡在哪一座宫殿里，这就叫行踪不定。他下了一道死命令，哪怕是朕身边最亲近的太监，如果敢泄露朕的位置，斩立决。有一次，他在山上看到丞相李斯的车队太排场，随口说了一句：“车太多了。”第二天，李斯就把车队减半了。嬴政大怒，谁泄露了朕的话？没人承认。嬴政一挥手，当时在场的所有太监全部杀掉。整个咸阳宫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之中。皇帝不再是一个人，他成了一个幽灵。他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那庞大而复杂的宫殿迷宫里。白天他对着空气发火，晚上他在不同的床上辗转反侧，
他拥有了全天下，但他连一个安稳觉都睡不着。他的身体在重金属的侵蚀下一天天垮掉，他的精神在恐惧和多疑中一步步走向崩溃。那个曾经横扫六合、气吞万里的祖龙，如今只剩下一个惶恐、暴躁却又无比可怜的背影。公元前210年，他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他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巡游。他想去海边再去看看徐福有没有回来，他想去东方再去震慑一下那些不听话的臣民。他不知道，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公元前210年以前，大秦帝国虽然表面上统一了，但底下就像一座随时会喷发的活火山。嬴政知道，只要他活着一天，那些六国移民就不敢动。但他不能老是待在咸阳宫里嗑药，朕还在，谁敢造反，朕就杀谁。这是一场场武力的游行，也是一次次死亡的试探。在第3次东巡的路上，队伍走到了博浪沙，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沙丘，两边是芦苇荡，风吹草低，杀机暗藏。在芦苇荡里趴着2个人，一个是面容清秀、身体瘦弱的年轻人，他叫张良。张良是韩国的贵族后裔，韩国被灭对他来说不仅是亡国之痛，更是家破人亡之恨。他散尽家财，不为别的，只为杀嬴政。另一个人是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大力士，他的手里拎着一个特制的、重达120斤的大铁锥。车队来了，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旌旗蔽日，车马如龙。张良眯起眼睛，寻找着秦王的那辆天子六驾，就是那辆，中间那辆最豪华的。张良低声喝道。大力士猛地站起身，抡圆了胳膊，那把120斤重的大铁锥带着呼啸的风声，像一颗炮弹一样飞向了那辆最豪华的马车。一声巨响，那辆坚固的马车在大铁锥的重击下瞬间被砸得粉碎，木屑横飞，车轮崩裂，车里的人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变成了一堆肉泥。张良心中狂喜，但是下一秒他的心凉了。在那辆被砸碎的马车后面，另一辆看起来稍微普通一点的副车里，嬴政推开车门走了出来。他的脸色铁青，但毫发无损。原来生性多疑的嬴政早就为了防备刺杀，故意经常换车坐。这一次他又赌对了，抓给我搜，挖地3尺也要把刺客找出来。嬴政暴怒，但他没抓到张良和大力士，那俩人借着芦苇荡的掩护跑了。这次刺杀虽然失败了，但他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大秦帝国的脸上。他告诉嬴政，你想杀光所有的反抗者，做梦，刺杀只是前奏，更可怕的敌人正躲在欢呼的人群里，用贪婪而凶狠的目光盯着那辆华丽的马车。镜头1，会稽嬴政的船队正在渡过钱塘江，江边的人群里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眼生双瞳的楚国年轻人，他叫项羽。他的爷爷项燕被秦将王翦逼死，他的祖国楚国被秦军踏平。看着那威风凛凛的秦始皇，项羽没有下跪，也没有害怕。他指着嬴政，冷冷地说出了那句让旁边叔叔项梁吓得捂住他嘴的话：彼可取而代也，那个人我可以取代他。这就是项羽，简单、直接、狂暴。他不想要秦国的制度，他不想要什么皇帝的头衔，他只想用手中的剑把那个高高在上的人拉下来，然后自己坐上去。镜头2，咸阳街头，嬴政的车队经过咸阳的闹市，路边跪着一个穿着制服、正在服苦力的中年亭长，他叫刘邦。刘邦40多岁了，还在混日子，但他看着那辆马车，那威风的仪仗，那前呼后拥的排场，他那颗原本已经有些油腻、有些麻木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了一下。他咽了一口唾沫，发出了一声由衷的感叹：嗟乎，大丈夫，
当如是也。哎呀妈呀，做男人就得做成这样啊！这就是刘邦，羡慕、渴望，还有一丝隐藏极深的野心。他不仅想取代他，还想拥有这所有的一切。坐在车里的嬴政看着车窗外跪拜的人群，他正在老去，他的头发白了，背驼了。而路边的这2匹饿狼，一只猛虎项羽，一条老狐狸刘邦，已经长出了獠牙，正在黑暗中磨刀霍霍。书接上回，咱们接着说第5次巡游。公元前210年，嬴政进行了人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东巡。但是在这次巡游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11年，发生了一件极其诡异、极其不祥的事情。在东郡，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陨石落地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有人在上面刻了7个大字：使皇帝死而地分。这7个字就像一道来自地狱的判决书。嬴政听到消息，气得浑身发抖。谁刻的？给朕查，但查不出来。附近的村民都说没看见。嬴政下令，把陨石周围居住的所有百姓全部杀光，把这块石头给我烧了，炸了。大火在陨石上燃烧，鲜血在土地上流淌，但是那7个字却像刻在了嬴政的心里一样，怎么也擦不掉。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宿命感。他觉得那个一直追在他身后的死神这次真的追上来了。然而，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依然坚持东巡。他想跑，想逃离这种恐惧，但他不知道，他正在奔向的正是那个他命定的终点沙丘，那个曾经饿死了赵武灵王的地方，那个充满了诅咒和阴谋的死亡之地。公元前210年7月，天气热得像蒸笼，缠在树上不知疲倦的嘶鸣，仿佛在为这个帝国唱着最后的挽歌。嬴政的巡游车队走到了平原津，在这里，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终于倒下了。他头痛欲裂，高烧不退。那些所谓的仙丹此刻变成了摧毁他身体的最后一把毒火。在秦始皇的行宫里有一个极其荒谬的规定，死字是绝对的禁忌，谁敢言死，哪怕是御医暗示病情严重，立刻拖出去斩首。所以群臣只能跪在床前，满脸堆笑地说：“陛下，只是偶感风寒，吃几副药就好了。”嬴政躺在病榻上，听着这些虚伪的谎言，心里却比谁都清楚，朕要死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那颗被重金属和权力腐蚀的大脑终于恢复了一丝清明。他想起了那个被他流放到北边的长子扶苏，虽然扶苏人弱，虽然他总是顶撞自己，但嬴政知道，只有扶苏才能在这个乱世中守住大秦的江山，只有仁政才能安抚那些躁动的民心。嬴政颤抖着手写下了一封只有短短几个字的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回咸阳主持我的丧事。这就是传位诏书。他把这封密封好的诏书交给了当时掌管玉玺和机要文件的中车府令赵高，发出去。快嬴政说完这句话，就陷入了昏迷。车队继续前行。7月丙寅日，队伍抵达了那个著名的诅咒之地沙丘宫。就在这个曾经饿死了赵武灵王的破旧宫殿里，50岁的秦始皇嬴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祖龙崩了，皇帝死了。按照正常剧本，应该立刻发丧，宣读遗诏，扶苏继位。但是这封遗诏此刻正捏在一个人的手里，赵高。赵高看着手里的诏书，就像看着一张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他太了解扶苏了。扶苏信奉儒家，刚正不阿，而且最信任的大将是蒙恬。一旦扶苏当了皇帝，蒙恬当了丞相，他赵高这个阴险狡诈的太监下场只有一个：死无葬身之地。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赌把大的。赵高把遗诏塞进了袖子里，趁着夜色悄悄溜进了秦始皇小儿子胡亥的房间。
胡亥当时才20岁，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糊涂虫。赵高对胡亥说：“公子，你爹死了，遗诏是让你大哥扶苏继位，等扶苏当了皇帝，哪还有你的活路？不如咱们改了诏书，你来当皇帝。”胡亥一开始吓坏了，这怎么行？这是不忠不孝啊！赵高冷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想死还是想活？”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胡亥动摇了，点头了。但这还不够，要想搞成政变，必须还得有一个人点头，那就是丞相李斯。李斯是法家的代表，是大秦帝国的顶梁柱。赵高找到了李斯，开门见山：“丞相，陛下驾崩了，遗诏在我手里，你是想扶苏继位，还是想胡亥继位？”李斯正色道：“当然是听先帝的。”赵高笑得像只老狐狸：“丞相啊，你比蒙恬如何？如果你让扶苏继位，他肯定会重用蒙恬，到时候蒙恬出将入相，你李斯能有什么好下场？商鞅的结局你忘了吗？”这一刀精准地扎在了李斯最恐惧的软肋上，贪恋权位。李斯这一辈子从一个小小的粮仓管理员爬到丞相的位置，太不容易了。他不想失去这一切，他不想像商鞅一样被车裂。在良知和权力之间，李斯沉默了很久，最后，这位大秦帝国的法治设计者低下了头，发出了一声长叹：“听你的，密谋达成。”三人组立刻行动。第一步，伪造诏书。他们烧了嬴政的亲笔信，重新写了一份诏书。诏书里痛骂扶苏不忠不孝，赐剑自刎，同时命令蒙恬自杀。可怜的扶苏见到诏书后，真的以为父皇要杀他，含泪自尽。蒙恬虽然怀疑，但也被囚禁致死。第二步，瞒天过海。现在正是7月，酷暑难耐，嬴政的尸体放在马车里已经开始腐烂了，尸臭味越来越重。就算把车窗关死，那种味道也直往外钻。随行的官员和太监们开始窃窃私语，如果不掩盖住消息，一旦走漏，天下必乱。赵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也极具黑色幽默的办法。他下令大王喜欢吃鱼，去买一车咸鱼来，放在车上。于是，大秦帝国的皇帝车队里多了一辆装满了发臭咸鱼的马车。那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鱼腥味，完美地掩盖了尸体腐烂的臭味。各位朋友，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通往咸阳的官道上，那辆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6架马车在烈日下缓缓前行。车里躺着那个曾经横扫六合、自诩为神的秦始皇，他的尸体已经发胀、变色，流出尸水，正在生出蛆虫。车外挂着一串串发臭的咸鱼，招来了漫天的苍蝇，嗡嗡乱叫。坐在车辕上的是心怀鬼胎的太监赵高，跟在车后的是惶恐不安的胡亥和一脸阴沉的李斯。这是一幅何等荒诞、何等讽刺，又何等悲凉的历史画卷。那个一统天下、前无古人的霸主，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具和臭鱼烂虾混在一起的腐肉，被一群阴谋家像货物一样运回了咸阳。大秦帝国就像这具尸体一样，外表华丽，里面却已经彻底烂透了。当车队在满车苍蝇和臭气中缓缓驶入咸阳城的那一刻，胡亥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败家子准备登基了，而赵高这只潜伏在阴影里的毒蜘蛛也终于爬上了权力的巅峰。咸阳宫的钟声再次敲响，但这一次不再是盛世的欢歌，而是末日的丧钟。胡亥坐上了龙椅，但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秦帝国最后的几根承重墙亲手砸得粉碎。在赵高的教唆下，为了稳固皇位，胡亥对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展开了一场变态的屠杀。
公子江驴兄弟3人被逼自杀。公子高为了保全家人，主动请求去给父皇陪葬。其他的12个公子在咸阳市中心被当众腰斩，10个公主被像牲口一样肢解，惨不忍睹。嬴政一辈子生了30多个子女，除了胡亥，全被杀绝了。大秦帝国从根子上断了。站在历史的废墟上回望嬴政这50年的人生，我们该怎么评价他？骂他是个暴君。当然，他焚书坑儒，他修长城累死万民，他把人命当成数字，他的暴政是刻在骨子里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他的暴虐，那就太浅薄了。嬴政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不仅在北边修了一道看得见的长城，挡住了匈奴的铁骑，他更是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子里修了一座看不见的、坚不可摧的长城。这座长城的名字叫大一统。在他之前，人们觉得自己是齐国人、楚国人、赵国人，大家觉得分裂是常态，打仗是日常。在他之后，无论这个国家分裂多少次，无论经历多长时间的乱世，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执念，分久必合，统一成了这个古老文明最核心的基因，成了唯一的政治正确。哪怕大秦亡了，项羽想开历史倒车，想退回到分封制，让大家继续当诸侯王，刘邦不答应，韩信不答应，全天下的老百姓也不答应。大家尝过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便利，就不想再回到那个关卡林立、鸡同鸭讲的旧时代了。嬴政虽然死了，但他创造的皇帝这个幽灵，他建立的郡县制这个骨架，却极其顽强地活了下来，统治了这片土地整整2000年。秦20元年7月，就在嬴政的尸体刚刚入土不到1年，一场大雨降临在安徽的大泽乡陈胜。吴广的怒吼点燃了那个早已堆满干柴的火药桶。大秦帝国这艘行驶了15年的巨轮终于撞上了冰山，开始急速下沉。而在那片即将到来的废墟之上，那个在咸阳街头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的中年流氓刘邦，正在沛县的酒桌上擦拭着他的宝剑。那个在会稽江边冷笑彼可取而代也的贵族猛男项羽，正在吴中的练兵场上举起了1000斤的大鼎。这2个性格迥异、出身悬殊的男人，即将把秦始皇留下的这片江山当成他们最大的赌桌。中国历史上最精彩、最热血，也最令人唏嘘的双雄对决楚汉争霸，即将拉开大幕。好了，各位，关于祖龙的故事讲完了。在西安临潼的骊山脚下，那个巨大的封土堆里依然流淌着水银做成的江河湖海，而在封土堆的旁边，那些被埋葬了2000多年的兵马俑依然保持着整齐的战阵。他们睁着那一双双陶土烧制的眼睛，在黑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东方，注视着那个他们曾经征服过，如今却早已沧海桑田的世界。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也是那个帝国的守墓人。此刻，夜深了，请卸下你所有的野心，也放下你所有的防备。我们不需要像嬴政那样时刻担心被刺杀，也不需要像李斯那样为了权力而出卖良知。做一个普通人挺好的，你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不用担心明天早上醒来世界变了模样。今夜，愿你的梦里没有刀光剑影，只有咸阳原上吹过的晚风。晚安，始皇帝。晚安，听故事的你。